哦，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呃，因为明天临时有事，所以说把明天的直播移到今天来。那么明天的话，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11点半开始，美东时间到12点，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是否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简单说一下，快速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盘。那么现在这个大盘的话，现在市场还是在等待周五的非农数据。周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农数据，然后下周是 CPI 数据，然后就开始美联储的9月份的那个降息的这个会议了。所以说，在会议之前，这两个跟就业相关、跟那个通胀相关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们取决于就是决定了9月份这个是降25个基点，还是说更激进一些。所以现在这是市场密切等待的。那么现在这个指数的话，现在在日线上还没有方向，对吧？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开始走小 B 段，小 B 段最近出现了2、3天的回落，但是呢还不够一笔，所以说出了顶分型之后，我们要关注这个顶分型是不是要延续出一笔来，还是说要变成一个中继的，是前面的上涨没结束，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关注重点。那么因为现在是有4根 K 线，但是呢现在是有这个今天的 K 线是把昨天的缺口给补了，这个小缺口给补掉，受益于这个谷歌，还有这个苹果。谷歌是因为什么呢？谷歌是因为这个官司，对吧？了结了，然后他还要支付苹果可能一些费用，就其他的，因为他要用这个在苹果手机上作为一个默认的搜索引擎的话，它需要支付苹果一些费用，所以苹果今天也是大涨的。那么他们两个基本上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指数的一个上涨。现在目前是缺口也补上了，那么在周五之前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周五之前应该不会出现方向，所以说我们就等待周五这个非农数据出来之后，看市场是不是要选择继续往上探一下，还是说回撤一笔。回撤如果说成一笔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回不来这个中枢还是3买，对吧？不要去割肉，而是应该去下跌过程中你永远是找买点，在慢慢的下跌过程中，你永远是去做买的这个操作；上涨过程中，你永远是去找是不是有背驰了，我要做卖的动作。这个节奏是不能错的，而不要去追涨杀跌。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提问啊，秦朋友，你又是非常准时的进来了。我们看一下，你问了，刚好问到了谷歌，还有一个应该是 Oracle， 看一下谷歌的图。谷歌的话，我不知道你好像之前也问过这个，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直在做它，或者一直在有仓位的跟踪它。那么这个谷歌我们看一下，因为受益于今天这个大涨，但是图形上其实变化并不大，尤其是在大周期上。周线上的话是这个83.45的这个1、2、3、4、5一个5浪的作为一个进入段，然后就做了一个大中枢，这是一个明显的在做中枢震荡，尤其是这段的回落。就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对吧？出现大幅回落，那但是呢，大幅回落回到中枢里面来了，反而是成了一个绝佳买点。所以说，我们说回落不是坏事儿，你一定要去盯着有没有要进场的位置了，对吧？回落又能买到便宜的货了，所以说不要去追涨杀跌。那么回来了，又到这个中枢下沿，是不是可以参与一下，对吧？这是当下的时候，然后在当下它又有一个120均，看到没有？120均和200均都在这个位置，当时是踩到了120均上，120均在任何周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所以这是我们辅助判断的。现在你做马后炮来分析，当然很容易了，这个位置该买卖买卖买卖，对吧？你在当下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做出你的判断来，这是需要去这个锻炼的。那么这段我们现在就看它这个离开，对吧？现在已经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了。能不能够这个继续上涨，或者说内部结构饱满了要回落了，回落回不来这个大中枢，还是一个周线大300还可以上，对吧？所以就是你每一只股票都要看，现在我这一笔是不是要延续，对吧？它不延续你做多那你就亏钱，它延续你做多你就赚钱，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对吧？那么在日线上我们看它的结构，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从这个142这个起涨点。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开始上去又回来，然后这又拉回来了。
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升级了。下面这是一个扩张的一个中枢，那么扩张之后的中枢2次回落，而且需要有交叉，才成为这个大中枢的300。现在它离开之后没有2次交叉，它还是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小浪形的往上走，所以这个浪形反而没背驰。现在3和1比较没背驰，说明什么？没背驰它可以继续涨，对吧？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涨，然后再有一次回落，也就是4浪小回撤，可能有一个5，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个5也可以出高点，然后结束整个的从13173的上涨，这才是小 B 段才完事儿。按照我模型里面，这是一个小 B 段，也就是这样一个中枢，一个小 B 段，再做一个中枢。现在它还在这个位置的生长中，还在小 B 段的生长中，后面的中枢还没影呢，对吧？所以说，有的话肯定要长期持。那么现在就看这段的生长，现在这力度很强嘛。今天又一个大的跳空缺口，对吧 ？MACD 表达都非常强，所以说有的话你就继续持有就好了，没有任何现在卖出的这个信号。如果说想做短这个小周期的差价的话，现在也看不到，为什么呢？从这个起涨点188。这里有个这是我们之前画的2个小中枢，这2个小中枢也出现了中枢扩张，那么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大 A 模型里面的大 V， 然后这是小 B， 就是 B 中的小 B 也没有背驰，就是这个第2个小 B 是1小时的小 B， 这个前面这个小 B 是日线的小 B， 所以说这就是类似那个波浪里面的3浪3主升浪，所以说谷歌这个图形上是非常强的。没有看到任何需要减仓，起码你要在1小时上给一个明显的顶分型吧，对吧？你看这个下面这个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这是我们之前画的2个中枢形成了扩张，然后升级了，然后这2次回落反而形成了1小时上的300，看到没有？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必须要2次回落，因为下面的中枢升级了，所以说你这2次回落还是300。那么现在是在走这个小 B 段。也就是说，它在这里，这个我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它的级别不同。下面这个是大周期的，然后红的是小周期的，在这里再出现一个红的，才有可能结束什么呢？才有可能结束从这个起涨点 ，sorry， 从这个起涨点的上涨。所以说可以慢慢的等待，你可以等待这里出现了一个中枢的时候，你可以先做这个，对吧？但是呢，现在这个小 B 段还没结束，这就是一层套一层，那么这就是区间套。好的，这就是这个谷歌，然后看他问的第2个这个 Oracle， 先回答一个问题，一凡朋友问，扩张中枢的进入段从哪里？啊，扩张中枢进入段是从这里，这不是中枢扩张了吗？有2种画法，一种是取这个扩张中枢的上沿作为新中枢的上沿，扩张中枢的下沿作为新中枢的下沿，那么这个就是扩张中枢的这个区间。那么它的起涨点的话，一般是用3段的用3段的笔的这个重合画这个叫什么？这个线段，对吧？这是3笔，我合成一个线段，然后3笔合成一个线段，3笔合成一个线段。但是这种画法的话是没有出现交集，所以说它需要出现交集。我们可以这样画：一笔到这里，2笔，然后3笔在这里，所以说它的区间就在这里了。sorry， 大中枢的区间就是升级之后的区间在这里，那么它起涨的位置就在这里。所以说这是2种画法，一种是你要用。把这个笔，这因为这里面都是每一段都是笔，你把笔合成这个线段，先合成线段，3笔合成一个线段，然后呢，这样的话就会出现3个线段，3个线段有重合之后就会出现这个中枢，对吧？那么这是一种画法，还有一种画法就是直接取这个区间就作为这个简单的画法就这么画。那么你看一下，它这个第3段是可以在哪里？可以这样。我们看一下怎么把它，因为这个我要是这样画的话，那么这段就算成一个中枢，可以
嗯，这个我回头再考虑一下。一般的话就是从这个起涨点就可以，一般的话，对吧？所以说或者说从这个起涨点也可以当成这个小 B 段的这个上涨的中枢，因为你看它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浪形的模式，对吧？那么前面这个是进入段一个比，然后再回来，不行，这个是到这里，1、2、3、4，这样的话就中枢在这里。所以说这个的画的时候，就是不要这个3笔。那3笔画的时候，这个3笔啊，可以不是高低点，3笔可以不是高低点。那么这样画，我们把这个给画一下，花点时间画一下，因为这个其实还比较重要的。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样画，然后这样到这个也不是高低点，不取这个，然后这个回来。对了，现在对了，从这里这样的话就有这个重合区间了。那么这个新的中枢的起涨点就是这个位置，对吧？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你按这个作为这个简单的画成那个扩张之后中枢的这个高低点的话，那么也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分析。那么扩张之后，我用笔的模式画完之后，这个中枢的接触还在这里，所以这个位置还是这个新中枢的这个起涨点，所以这个位置就比较关键了，对吧？那么你分析的时候，就以这个位置起涨点来分析升级之后的中枢是从哪里开始走小 B 段的。好的，这个问题是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一般在做的时候呢，我主要先知道大概中枢在哪里，然后我就主要分析最后一个中枢，基于最后一个中枢，先看它后面的涨跌幅，这个价格的位置跟这个中枢的关系，然后再看后面有没有形成更复杂的中枢，对吧？这就是中枢形成扩张之后，它的结构就复杂了。那么这个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时候，分析起来有可能会比较混乱。好的，这是简单回答一下一凡朋友这个问题。对，那么按照我刚才说的，你就可以比较这个技术段，那么进入段就是这个，那么中枢就在这里，那么离开段现在整个这个全都是离开段，但是要注意，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的时候，现在是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后面这个级别大。现在这个级别是一个，全都是笔，但是呢，它是以浪形的模式往上生长。那么这个是一个线段，其实，那么前面这个只有一笔，所以说后面这个级别大，前面这个级别小，这个是不能比较的。你只能以笔和笔来比较，就是这一笔你可以跟这一笔来比较，对吧？所以说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级别。不同的级别是不能够比较进入和离开的，一定是同级别的。这里是一笔，你可以跟最后一笔比较，或者说跟它其中某一笔比较，但是不能够跟从起涨点这个比较，因为它这个级别大。好的，你问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但是呢，这是我们学习过程中你就这个一些这个相对比较难的问题。然后我再往下看，那因为问的其他问题比较多，那个我们先回答，有一个叫 Game Meta 朋友问一个个股 S， 个股 S 是这个吧？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不是这个，什么什么 Sentinel One 这么一家公司，这个请 Game Meta 朋友那个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家公司，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代码，有可能分析错误，这样的话就会浪费时间，请确认一下是不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股票。那么这个所谓的Sentinel One 是一个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司啊，它主要是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端点安全平台，对吧？帮助企业抵御各种网络威胁，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网络安全领域。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上市不久，这是21年上市的，上市之后在这里做了一个，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那么。因为这一笔的回落不够一笔，所以说在月线上没有形成中枢，那么在周线上肯定是有一个中枢了。从这个大的最后一个这个最低点，从这个位置开始分析。我现在只看它右侧的，因为前面的已经结束了，对吧？我现在只看右侧的生长。
那么这里有过一段那个有效的回落，那么它的中枢就在这里，这就是它周线上的这个大中枢。我们看这一段回落，这个回落因为有一个最低点，其实啊，如果说你用递归的模式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300，但是因为它有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造成了包含关系。那么包含关系处理之后，这一笔是不构成回落的，那么这个中枢就变成了就是还是下面这个。所以说针对这种图的话，因为它的区间是比较大的，你发现没有？上去冲的比较厉害，然后又拉回来了，上去冲的比较厉害，又拉回来，所以说一直没有脱离这个最后中枢的底部。那么它现在这个也有一个趋势线，大概的一个趋势线在这里，对吧？所以这个收缩三角形没有被突破，现在在这个三角形的相对的底部的位置，它需要选择方向，它现在其实就是没有方向。那么如果说它的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从这个我们看一下，中枢区间是20%，但是到最高点的话要将近100%了，所以说这个的这个震荡还是比较厉害，可能是盘子比较小，那么相对震荡还是比较大。那么现在看最后这个里成一笔了，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回落又被破坏了，你到这里，但是呢这个回落又没有成功，所以说起涨点在这里，从它开始分析。那么这里明显是有一个中枢在它的小周期上，对吧？一个技术段，一个这么个结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最后这个中枢，基本上就是在做中枢震荡，对吧？这是我们刚才圈起来的。那么这里有过一次回落，然后上去又下来，对吧？中枢的你找到前3笔的话，就可以把中枢画出来了。这样有中枢其实就好分析了。那么现在主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日线这个中枢，它还在做这个中枢震荡。我们看一下有多少笔，应该还没到9。1、2、3、4、5、6、7、8、9，哎，出现9笔了。围绕这个小中枢震荡出现了9笔。这里如果说升级上去的话，那就厉害了，就是会走这个下面小中枢的小 B 段，对吧？所以说这个的力度现在目前看还可以，这个力度的表达还可以，对吧？所以说先看它能不能够冲到这个，因为现在又被这个120天给压着了，看它能不能够先冲到200天。冲到200天之后，如果说因为前面也冲击过一次200天被打下来了，他看这里能不能冲到这里，如果冲不上去的话，可能再回来一次再上去。所以说这现在就可以借用这2根均线120天和200天来做你的这个短周期的这个操作就好了。在这个均线上不去，你就先减一减，比如到了这个附近先减一减，等它再回落一次，看它继续再往上走。就整体来讲，现在下面有一个中枢，这个底部做的还是可以的。那么你如果说你的仓位在这个附近的话，那是就可以继续持有，只要不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就好了，对吧？所以这就是针对这个 S 股票的一个分析。然后再看苏珊朋友问的 RKLB， 手上有仓位，现在还在小时周期的盘整中期震荡。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的话，我们之前也分析过，这里月线回落不够。然后我们是在周线上这里有画过，之前画过，周线直接到这里了，那么这个就是日线的。好的，那么这里我看这里有回落，这里也够了，所以说月线上回落够一笔了周线上，现在周线上已经回落够一笔了，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4浪，1、2、3、4，现在有希望再走第5浪，对吧？是这么一个计划。那么我们把这个最低点。这个位置是不能够被跌破的，对吧？38.26，只要不被跌破，那么就会生长出来一笔，或者说直接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那就是周线上就会出现一个5浪。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38.26它后面的一个发展。38.26在这个日线上，这里日线上够一笔反弹了。对，你现在问的是是不是在小时周期做中枢震荡，对吧？那很正确，很正确。现在在小时周期就有这么一个中枢。现在在小时周期，我们看一下它的小时起涨点在下面这个38.44，对吧？这就是进入段，然后在这做这个中枢震荡，可以这么画。所以说现在又到了这个中枢下沿，但是呢，它这个现在这个中枢啊，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1小时上。
现在这个今天这个回落呀，冲高回落下的有点狠。今天的冲高回落起码要踩到这两根均线，也就是45附近，踩到45附近，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一些支撑。毕竟现在还在0轴以上，所以说你到了45附近，可以用小仓位进场做一个这笔反弹，看它能不能够弹回到中枢，甚至到这个中枢上沿，对吧？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但是呢，目前先不要补，等它踩到这两根，因为开盘这1个小时和后面的这个现在。力度开始有点减弱，但是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收缩，所以说你可以再等一等，看到45附近做一个做多，然后反弹一笔，看它这个力度，然后之后再看。那么其实还是在做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震荡。好的，这是RKLB， 然后那个再看一下 Kusi 朋友问的Sophie， 这也是一个。这公司好像是，是做支付的还是做什么？大概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这是我们之前也是有过它的这个分析痕迹。这个周线上，我们把其他的都给清掉。周线上这个回落虽然说很猛，但是并没有造成一笔的回落，那么直接一笔还是在这里，那么直接就杀到这儿了。所以在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对吧？这里其实是可以当成一笔回落的话，这个当成一笔回落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毕竟这个的回踩太明显了。你如果说在这里画一个中枢的话，作为月线的一个中枢是没有问题的。看，我是用高低点，不是用高低点，我用的是这个次高点，因为从这个位置到这个最低点，它是够5根 K 线的，也就是说满足了周期。首先画笔的时候要满足周期，然后再看有没有包含关系。但是在大周期上，我是可以不按照高低点来划分，而按照次高点，这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它这个回落形成中枢之后的离开特别猛，所以说我们只需要从这个位置分析就可以了。8块6这里，8块6之后现在涨得非常强，涨了基本上5个月吧。我们看在周线上，就看这个高量这段，从这个最低点8块6，而且踩到200天、120天，非常精彩，非常精准吧。这个回撤踩得非常精准，踩到支撑之后，然后开始往上走。现在周线上还是一笔，那么日线上看一下日线，日线上的话，这里有过一次回落，然后就没有回落了，然后之后的每次回落都不够比，然后一直就到这里，所以说走得非常强，对吧？这是一个1、2、3，这所有的后面全是3浪。那么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现在是4是出来了，就是小4浪出来了，在日线上的小4浪已经出来了。那么就看这个能不能够停得住，对吧？现在虽然说但是现在底分型还没有出来，有包含关系。那么这就是现在它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这笔回落看止跌在哪里？你可以从这个前面的3的起涨点看一下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对吧？因为到了这些位置，虽然说回撤也挺大，但是还没有碰到前面这个顶，说明还是这个4浪回撤，还可以有5，还甚至再打个高点也可以。那么现在你就跟踪最后这个5、6根 K 线，我们看一下，它在1小时上应该有3笔，对吧？1小时上有3笔，1、2、3，很清晰。那么就看它现在这里的话，又在更小的周期上有一个小中枢，也就是说5分钟上和15分钟上有一个小中枢。那么这里也有一个，那么这里如果说能够停顿下来的话，它会先弹一次，弹一次你就可以画一个趋势线，看能不能到这里。不行的话，这就做了一个反向中枢，还可以下砸，对吧？现在就看它这个小中枢来怎么选，可以很快的弹一次之后，它一定要突破这个点位。突破25.28，那这个反弹就够一笔了。那这样的话就有2次反弹确认，相当于看它之后再砸，比如说砸到这个200均，你再买回来，对吧？你现在如果说假设的话，我们测一下，从这个第一笔，然后我们假设它到25这里，对吧？等比例刚好在23.83，在这个120均附近。
如果说这么走的话，你就到了这个去等比例的附近开始再买它，因为这个可以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日线那个第4浪回撤可以结束了，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回落不被持，比如说跌破了等比例，那么你就不能补，你就需要继续等待它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才可能结束这个日线那个小4浪。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Sophie，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有一个叫 Dolphin 朋友 Win Palantir 和英伟达。Palantir 的话，这个结构其实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盯它。我们之前分析过，现在主要关注的重点是从这个 66.12 开始，这样的话是一个1、2、3、4。对吧？也是个4浪没结束，你不能说它只要它这个反弹不够比的话，你就不能说4浪结束，跟刚才分析那个 Sophie 很像，所以说它也是在选方向，就是等待选方向。那么在1小时上，它必须要突破这个位置，突破163.19才能够反弹够一笔。那么这样的话，它完全是可以顶到这个120均和200均这个位置，然后完成这段的这个结构，进入段有中枢震荡，然后有离开。那么这个反弹就很弱了，其实，回到日线上，为什么说它弱呢？因为它针对前面这个起跌的话，它只不过可能到一下 0.5 的位置，你要注意它弹到 0.5 的位置，它内部结构已经很饱满了，然后离开又没有力度的时候，基本上这个5的就结束了，这就是第5浪，这是1、2、3、4、5，第5浪结束了，也不是说就要暴跌，那可以再做一次盘整背驰，这样的话就有中枢了。然后可以再继续选择是不是要上，还是在这里继续做中枢震荡。好的，这是这个 Palantir。那么因为他还问了一个英伟达，但是他问了2个。那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个李秦朋友问的 Oracle， 一般我是每一个人至少分析一个，然后有的人问的多的话，就需要循环到上面。我们看他问的这个 Oracle 的话也是受益于这个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对吧？那么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相对的还是挺清晰的，它这个结构。月线上，我们看一下月线，月线上有这么一个3买的回落，然后开始这个离开，但是现在离开还不够一笔，但是这个3买的回落是非常清晰的，针对下面这个中枢。当然了，它下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中枢，这相当于2次回落，在月线上是一个下面这个中枢的3买，然后现在开始走这个中枢的小 B 段。那么这个中枢的小 B 段呢，又是走了一个浪形的模式，也就是起涨点，现在的起涨点在这里。所以说你要看这笔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它需要再次选一下是不是要突破 260.87。如果说再次突破 260.87， 你要注意这个就是这段有可能要结束了，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最后这一段看一下它内部结构，周线上2笔了，周线上已经出现2笔。那么第2笔看它什么时候结束，这第2笔现在底分型还没出现，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再继续沉一沉，那沉到哪个位置谁也不知道，所以说你只能去慢慢跟它，看它能够沉到哪个位置的话，还可以再起来的，这里做中枢之后再去打掉前面这个高点，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月线上的一笔，也可以是3段也可以，就是这样直接上去也可以，对吧？就看它怎么选。那么现在你关注的重点就是周线上的这第1笔回落，但是这笔回落还是比较凌厉的，应该日线上也没有中枢，1小时上应该日线上有过一次反弹，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但是这个回落又不够比，所以说是在1小时上应该是带中枢了。1小时上这里做了一个中枢，这里做了第2个中枢，然后现在这个回落的这个背驰的迹象小。你看这个2段比较，没有太明显的，我们现在比较一下。哎，刚好是踩到了等比例，看到没有？刚好是这段跟这段现在比例相等。那么但是就现在关注重点就是这个反弹能不能够形成这个的小3卖，之后3卖转2买，那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你开始去买它的位置了，因为它完全可以是走反向，这样的话就变成这样，对吧？或者说是它把这个位置跌破，轻轻跌破，不要这个不背驰的往下走，
如果说出现轻轻的跌破的话，那也是要买，因为这个结构就可以结束了，因为是2个中枢，这个结构很饱满了，对吧？而且是高低点没有接触的一个趋势下，所以说这就是你要这个跟踪的。它现在这个先反弹先不做它，现在这个小反弹先不做的，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个5分钟上应该有一个中枢，它选完方向之后可能就直接再下来一次，所以最好是在的1小时上做一个2买，或者说1小时做这个背驰。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就周五再见。